2026年物价飙涨只是开始吗？最近我的一位超市主管朋友悄悄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从下周开始，超市里有好几个区域的货架可能会空空如也。你没有听错，货架要空了。我愣住了，忍不住追问，怎么会这样？是哪几区的货架？为什么会空？这位主管神情凝重地说，进货出了问题，一些重要的民生物资可能会暂时供不上货。更糟的是，就算有货，价格也将大幅上涨。如果你以为2026年的物价已经够夸张，那恐怕只是开始而已。回想过去几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一连串冲击，包括疫情带来供应链中断，战争和地缘政治紧张推高了能源与粮食价格，各国央行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大举印钞来刺激经济，却埋下通货膨胀的种子。在2020年疫情之后，美联储等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短时间内翻倍，大量新钞票涌入市场。从2022年开始，许多国家的通胀率创下数十年新高。以美国为例，2022年的通胀率曾飙至 9%， 创下40年来最高纪录。欧洲多国的通胀率也突破2位数，老百姓叫苦连天，物价像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曾几何时，我们还天真的以为这只是短暂乱象，央行升息几次就能把野马关进笼子。然而现实给了我们迎头一棒，各国央行被迫连续升息，试图扑灭物价之火。但升息的副作用是经济放缓，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让决策者进退两难。到了2025年底，物价还在涨，而且涨势有增无减。超市主管的警告正验证了这点。他透露，下周开始空货架的区域主要是粮食与进口食品区，以及家庭日用品区。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区呢？让我们仔细想想，粮食价格近年来持续攀升，极端气候导致农作物减产，加上国际冲突让粮食出口受阻，米、麦、面粉这些主食价格一涨再涨，而进口食品更是首当其冲。他们汇率波动和新关税政策让国外进口的商品变得昂贵，零售商干脆缩减这类商品的进货量，于是货架上供不应求。家庭日用品呢，比如纸巾、清洁用品，甚至卫生纸，这些产品的原物料价格大幅上涨，运输成本也在飙升。此外，劳动力短缺和疫后供应链尚未完全恢复，也使部分商品供应变得不稳定。零售商老早就发现成本压力沉重，他们多半撑到年底优惠季结束，接下来不得不调涨售价。一听到风声，聪明的消费者可能会提前囤货，货架当然要被扫空了。这一幕是否有些似曾相识？回想2020年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的超市也发生过货架被一抢而空的场景，例如民众疯抢卫生纸、方便面、罐头食品，生怕晚一步就买不到。更早之前，一些经济动荡的国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例如货币级贬值，物价暴涨，人民纷纷把钞票换成实实在在的物品。有句俗话形容得好，说钞票如同热山芋，握久了反而烫手。在2008年前后，非洲的辛巴威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胀，政府甚至印出了面额100兆元的纸币。你没有听错，纸币后面有14个零。但那100兆辛巴威元连一条面包都买不起，纸钞几乎沦为废纸，民众最后不得不改用黄金和美元来交易。当钱不值钱，与其赚着迅速贬值的纸币，不如赶紧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样的通胀狂潮，我们到底该怎么自保？把钱存在银行账户里，每天看着数字不变就安心吗？别傻了，当前的银行利率根本追不上通货膨胀的脚步，存在银行等于资产缩水，通胀就像温水煮青蛙，让你的购买力一天天蒸发而不自知。如果你现在手上有100万元现金，假如通胀率是 10%， 1年后实际购买力可能只剩下90万，再过几年可能只值几十万。换句话说，你辛苦存下的钱正在默默缩水，而且速度比你想象的还快。所以千万别再傻傻存钱了，现金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在高通胀时代，现金就是不断贬值的烫手山芋。我们需要的是硬通货，也就是在乱世中仍然保值甚至还会升值的资产。
什么是硬通货。传统上，硬通货指的是国际公认币值稳定的货币，比如美元、欧元这类强势货币。然而，现在我们说的硬通货不仅仅指某种纸币，还泛指那些具有普遍认可价值、无法被随意蒸发、抗通胀能力极强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不管纸币怎么贬值，它们依然硬气十足，谁都抢着要，甚至局势越乱，它们越值钱。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探讨7种在通胀乱世中堪称硬通货的东西。拥有它们，就等于握有度过经济风暴的7件法宝。很多时候，它们带来的收益率甚至超过 50%。到底是哪7样宝物如此神奇？让我们一一揭晓。第一种硬通货是黄金。黄金可以说是历经千百年考验的终极硬通货。从古代帝王的金库到现代国家的外汇储备，黄金一直被视为价值和财富的象征。为什么黄金如此受青睐？首先，黄金稀有且不能人为制造，任凭你央行怎么开动印钞机，也印不出1克黄金来。这种天然的稀缺性让黄金成了对抗滥发纸币的利器。一旦市场上纸钞多到泛滥，黄金的相对价值就会上升。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样的场景，当经济动荡、纸币信用崩溃时，黄金价格往往会飙涨。例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高通胀和经济动乱，当时黄金价格在不到10年内从每盎司35美元暴涨到接近800美元，翻了20几倍。再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大放水纾困，随之而来的10年间，黄金价格也翻了数倍。就算最近几年各国央行升息试图压制通胀，黄金价格依然保持强势。很多国家的央行反而在增加黄金储备。据统计，2022年全球央行净买入黄金超过1100吨，创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纪录。对普通人来说，买几根黄金条或一些黄金饰品虽然不能产生利息，但关键时刻黄金就是购买力的终极保证。试想一下，如果纸币严重贬值，甚至失去信用，一小片黄金拿出去换回的米面肉蛋，恐怕比一整袋纸钞还多。有人戏言，黄金就是上帝的货币，因为无论在哪个朝代或者哪个国度，黄金总能买到东西。这正是黄金作为硬通货的魅力所在。第二种硬通货是白银。别看白银身价不如黄金高，在乱世中它同样是不可小看的保值利器。其实在人类历史上，白银扮演的货币角色一点不输黄金。中国古代用白银做银两，西方有银币都曾是主要的流通货币。白银跟黄金一样具有天然稀缺性，而且白银在工业上的用途非常广泛，从电子产品到太阳能板都有它的身影。现代科技离不开白银，这意味着白银的需求不仅来自投资和珠宝，更来自工业生产。因此，当全球通胀、商品价格上涨时，白银往往会出现双重行情，既因投资者寻求避险而涨，又因工业需求增加而涨。历史数据显示，白银价格的波动虽然比黄金大，但在某些牛市阶段，白银的涨幅甚至超过黄金。举个例子，上世纪70年代黄金涨了20倍时，白银的涨幅更惊人。1970年代初，白银每盎司仅几美元，到了1980年前后，一度冲上每盎司50美元，涨了将近10倍。当时美国有亨特兄弟企图垄断白银市场，这出传奇事件进一步推高了银价。再看21世纪，2001年白银价格不到每盎司5美元，随后随着商品超级周期和通胀预期发酵，白银在2011年接近50美元，10年里暴涨近10倍。可见一旦避险情绪和时需买盘叠加，白银的爆发力相当惊人。对我们普通人而言，白银还有一个优势，单价较低，购买门槛比黄金亲民得多，几百块钱就能买到一枚高纯度的银币或小银条，积少成多也能存下一笔银子财富。民间还有句调侃，穷人买黄金，富人囤白银。为什么说富人喜欢囤白银呢？因为白银市场规模较小，财力雄厚者大量买入就能推动价格，一旦发力拉抬，白银涨势常常比黄金还猛烈。虽然目前白银价格相对低迷，但正因如此，若未来通胀再起或经济动荡，白银的补涨空间反而更大。
目前黄金对白银的价格比约在80左右，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因此不少人相信白银相对黄金被低估，一旦价格回归正常，比起黄金可能会有更巨大的涨幅。把白银作为硬通货之一握在手里，也许哪天你会庆幸，手中闪耀的不只是银光，更是真金白银的购买力。第三种硬通货有点与众不同，那就是加密货币，尤其是比特币。也许有人会疑惑，虚拟货币不就是网络上一串代码吗？怎么能算硬通货？别急，咱们细细道来。比特币被不少人称为数位黄金，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首先，比特币的发行机制决定了它极度稀缺，总量被限定在2110万枚，永远不会多出一枚。试想各国央行的钞票可以无限印刷，相比之下，比特币就像数位世界里的黄金矿，只会越挖越少。正因为稀缺，比特币近10年来价格涨势惊人。早期几乎一文不值的比特币，如今一枚价值动辄几万美元。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比较，如果2010年你花50美元买比特币，10年后这笔比特币的价值曾经高达数千万美元，涨幅何止几十倍，简直是天文数字。当然，过去几年比特币价格也曾大起大落，波动非常剧烈，一度从高点腰斩，甚至跌去70%，这说明它的风险不小。然而即便如此，比特币的长期趋势依然是上升的，而且每一次全球经济风雨，每一波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不信任，都替比特币这类去中心化货币打了一剂强心针。例如一些经历货币崩溃的国家，民众开始转向比特币作为保值工具，因为相较疯狂贬值的本币，他们宁可相信一种不受政府操控的数位货币。更不用说，现在一些大公司和金融机构也开始接受比特币支付，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默许或支持比特币流通，甚至有国家如萨尔瓦多直接将比特币纳入法定货币。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年轻一代对加密货币的接受度提高，比特币作为硬通货的地位可能会越来越稳固。毕竟对数位时代的年轻人而言，比特币就像网络世界的黄金，不受地理限制，随时随地都能交易。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某国纸币彻底崩溃，而网络仍然畅通，比特币或许真的能成为交易媒介和财富避风港。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比特币的价格波动远高于黄金白银，因此将它列为硬通货之一，是基于其长期潜力和独特优势，而不是鼓励大家毫无保留地孤注一掷。但作为新时代的避险资产，比特币值得我们保持关注，并酌情配置在投资组合中。第四种硬通货是土地与房产等不动产。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其实手中有地更让人安心。有史以来，土地就是财富的重要象征之一，因为土地不会凭空增多，而且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土地。对个人而言，拥有土地或房屋等不动产是抵御通胀的有力武器。回顾历史，每当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时候，房地产往往能跟着水涨船高。尤其在恶性通胀时期，房子的价格有时不是一年涨 1%， 而是几个月就翻一倍。举例而言，在一些发生严重通胀的国家，民众领到薪水第一时间不是存银行，而是赶紧买房买地，因为再晚几个月，现金可能连一块砖头都买不起了。即使没有到那种极端程度，温和通胀下长期持有不动产也几乎不会吃亏。事实上，最近几年全球多地房价都随着通胀水涨船高。以2021到2022年的资料为例，美国、欧洲许多城市的房价涨幅都超过 20%， 房产再次证明了其抗通胀的价值。房屋有租金收益，土地可以耕种生产，自住则至少省下每月房租，一举多得。建房的成本、材料和人工会随物价上涨而提高，这也推动新房价格上升，进而抬高整体房地产市值。所以买了房子等于间接囤积的建材、土地和人工的价值，抗通胀属性十分明显。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那就是房地产不仅本身能保值，还能用来贷款变现。假如通胀高起时，你急需资金周转，完全可以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换取一笔贷款，相当于用未来更不值钱的钱来还债，何乐而不为？
许多精明的投资者就利用这种借通胀之风，在高通胀时期大量举债购买房产，日后偿还贷款时，因为货币贬值反而轻松许多。当然，房地产也并非永远只涨不跌，短期内会受到利率变动、供需关系等因素影响而出现波动，但长远来看，不动产和黄金一样属于不会消失的实物，它的价值不可能归零。土地和房屋永远有其用途和基本需求，所以拥有房产心里总比抱着一堆现金数字来得踏实。无怪乎有人说，不要等着买土地，应该买了土地再等，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就多了一份安全感。值得一提的是，农业用地在通胀与粮食危机中更显珍贵，拥有一块能出产粮食的土地，就等于掌握了基本的生存资源。在粮价高涨时，农地的租金和地价也会节节上升，可谓另一种一举多得。对已经有房有地的人来说，至少还有最基本的居所和粮源，而对没有不动产的人而言，通胀时代每拖一天，上车门槛就可能变得更高。土地和房产无疑是乱世中的硬通货，只要地球上人类还需要栖身之所，土地的价值就会长存。第五种硬通货是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资源，例如石油。有人称石油为黑色黄金，这可不是浪得虚名。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的交通运输、发电供暖、塑料化工，哪样离得了石油？正因为石油如此关键，一旦发生供应短缺或货币贬值，石油价格往往会急剧攀升。上世纪70年代，全球经历2次石油危机，油价在几年内飙涨数倍。当时许多国家的经济为之震荡，就是因为石油这个硬通货突然大幅升值。近期的例子也很鲜明，2022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爆发，国际原油供应受到扰动，油价一度冲上每桶$120以上。要知道，在冲突爆发前，油价还在每桶$60左右徘徊，短短时间涨幅超过了1倍。如果有人提前预判到危机并买入了石油相关资产，那么在这波涨价潮中获利超过 50% 并非难事。欧洲同一时期也遭遇能源危机，天然气价格一度暴涨至平时的5倍，导致当地电费和取暖成本翻倍，经济可谓雪上加霜。对我们普通人而言，也许无法像大型机构那样直接购买油田或原油期货，但我们可以透过投资能源类企业或商品基金来间接持有这种黑色黄金。此外，在能源之外，其他大宗商品，例如工业金属如铜、铝、镍等，以及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等，在高通胀环境下，价格也会节节攀升。以铜为例，受全球电气化和新能源发展需求带动，铜在近10年里经历过多轮大涨行情。最近，电动车与新能源革命又推升了对铜、锂等战略金属的需求，这些金属的价格也不断创新高。一旦货币贬值，各国加大基建投入，像铜这种基本金属就是硬通货，因为它本身有实际用途和开采成本，永远不会变成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纸。同样地，农产品关乎温饱问题，是刚需中的刚需。当粮食供应吃紧时，一袋小麦的价值可能胜过一沓钞票。回顾历史，每当战乱或经济崩溃，粮食、石油这些食物资源就成了比货币还抢手的硬通货。有远见的人会提早在资产中配置一部分大宗商品投资，或者至少囤积一些生活必需的物资，为的就是手中有油，心中不慌，不至于在通胀与危机中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第6种硬通货是外国的强势货币，特别是美元。在国际金融界，美元长期以来被视为最硬气的通货之一。为什么美元这么硬？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力量，美元被广泛用于国际贸易和储备，其他国家想躲也躲不开。例如石油这类战略商品一般都是用美元计价交易，这更巩固了美元的特殊地位。当全球经济出现动荡时，资金往往会涌向美元避险，导致美元汇率上升。对许多小国来说，本国货币一旦贬值，美元的价值就节节高升，等于美元变得越来越值钱。在一些极端案例中，
当地币值崩溃时，美元甚至取代了本币的功能。比如南美某些国家曾出现商店拒收本币只收美元的情况，因为本币隔天就贬值一大截，而美元相对稳定得多。对个人而言，持有部分美元等强势货币，可以在本币贬值时很好的保值增值。举例来说，2022年前后，美元对许多国家货币都大幅升值。当时美国为了对抗通胀不断升息，吸引全球资金涌向美元，使得欧元、日元、英镑等相对美元的汇率都跌到了数十年未见的低点。若是有日本或欧洲的投资者事先把资产换成美元，光是汇率变动就带来20-30%的收益，更别说一些经济更脆弱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动辄贬值一半以上，像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披索，过去几年就贬得很惨。那些提前换成美元的人，资产几乎等于翻倍。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前车之鉴。泰国铢、印尼盾等亚洲国家的货币，在短短几个月内对美元汇率腰斩，唯有事先持有美元的人才能保全实力。当然，美元本身也在通胀侵蚀下逐步贬值，只是相对其他更不稳定的货币来说，它仍然是瘸子里面挑将军。除了美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币等也以稳健著称，是公认的避险货币。将资产的一部分配置成这些强势外币，犹如手握一笔国际通用的硬通货，关键时刻可以换回更多本币，缓冲经济风暴的冲击。不过要注意，纯外币最好选择政治经济稳定、通胀低的国家货币，否则如果不小心选到别国的烂币，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但总的来说，当自己的国家陷入高通胀或金融风险时，抱紧那些经得起风浪的强势货币，无疑是明智的自保之举。第七种，也就是最后一种硬通货，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逛的超市里，它们就是各种民生物资，也就是吃的、喝的、用的必需品。也许你要问了，米面、油盐、酱醋茶这些也算硬通货吗？没错，在乱世中，一袋白米、一瓶干净的水往往比成叠的钞票更珍贵。回想历史上一些艰难时刻，比如1923年德国恶性通胀最严重时，黄金都未必换得到面包，钞票甚至被当柴火烧，都不如一罐头来得保命。最近的例子也不少见。委内瑞拉爆发恶性通胀时，超市架上的日用品被哄抢一空，许多家庭疯狂囤积肥皂、卫生纸，因为隔天价格就翻倍，不囤就买不起。又例如2022年全球出现粮食供应危机，部分地区的小麦价格一年内飙涨超过50%，食用油价格也创下新高。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价格低时提前囤了足够的米面、粮油，等物价飞涨时，是不是相当于获得了50%以上的收益？至少你省下了本来要多花的那些钱。事实上，从投资角度看，购买并囤积一定数量的高保存期食品和日用品，就是一种特殊的投资。虽然这些东西不会给你利息，但是当通胀来袭，物价猛涨时，你等于用低价锁定了未来的生活成本。不仅如此，在极端情况下，这些必需品本身就可以充当货币直接交易。还记得疫情时期的口罩吗？当时口罩一片难求，在黑市上一盒口罩被炒到天价。此外，在2011年日本发生核事故后，民间曾疯传食盐可以防辐射，结果引发抢盐潮。短短几天内，盐巴脱销涨价数倍，平日不起眼的盐瞬间成了硬通货。再比如，某些地区闹油荒时，一桶汽油都能拿去换商品。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道理，那就是当基本物资匮乏时，钱可能变得没有意义。物资本身就是财富。对普通家庭而言，我并不是建议大家去当囤积居奇的黄牛，而是适当的准备一些在紧缺时刻能够用得上的物资，比如瓶装水、罐头食品、干粮、常备药品等，至少让家人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基本生活。这不仅是未雨绸缪的生存之道，也是财富保值的一环。当别人为了一包米排队抢破头时，你的储备就是你的底气。正如开头提到的，那位超市主管预警，下周有几区货架可能清空，那么趁现在还买得到，适当地多买一些囤起来，哪怕不是为了牟利，至少能保障日常所需。
不用将来花高价去二手市场抢购，一旦风波过去，这些没用完的物资还是你的，并没有真正的损失。因此，把民生物资视作硬通货，体现的其实就是粮草先行的智慧。经济风雨欲来时，手头有吃有用的东西，才能让人心里踏实。以上我们深入探讨了7种堪称乱世硬通货的资产或物品，包括黄金、白银、加密货币、不动产、能源资源、强势外币以及民生物资。它们各有各的特性，但共同点是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中具有抗跌甚至逆势上涨的能力。拥有这些硬通货，就像手握通往未来的7张王牌，无论通胀如何肆虐，纸币如何贬值，你都有后盾，不至于被财务洪流吞没。也许还有人会问，股票或债券算不算抗通胀的避风港？股票代表企业，在理论上，企业有能力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此优质公司的股价长期看来能够跟上甚至超越通胀。不过股市受经济景气影响巨大，短期波动剧烈，遇到危机时股价可能腰斩，普通投资人未必承受得了。因此股票虽是重要资产，但在极端乱世中能否像黄金、房产等硬通货一样稳如泰山，仍有不确定性。至于债券，尤其是固定利率债券，在通胀中价值会被严重侵蚀，除非是与通胀挂钩的特殊债券，例如美国的通胀保值债券 TIPS， 但这类债券收益有限，且也存在发行方违约风险，只能作为辅助工具。简而言之，真正乱起来的时候，手里握着看得见摸得着的硬通货才是最靠谱的。或许有人会说，通胀总有结束的一天，经济会恢复正常，把钱换成那些东西，万一将来跌价了怎么办？但我要说的是，通胀确实可能在某些阶段缓解，但货币长期贬值却是大势所趋。就算未来几年通胀率下降，也不代表物价会回到从前的水平，只能说涨得没那么快罢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各种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印钞解决债务的老路不可能轻易停止。因此，把部分财富转化为硬通货，就是为自己的未来购买一份保险。买保险当然要付出一些成本，可能会暂时牺牲掉一点流动性或收益，但一旦风暴来临，这份保险就是你的救命所。同样道理，如果最坏的通胀情境没有出现，持有一些硬通货可能少赚了点利息，可万一经济风暴真的袭来，你手中的硬通货就会成为维持生活和财产的关键力量。聪明的你现在应该已经明白别再傻傻存钱了这句话的深意了。纸币只是政府印出来的花花绿绿的纸张，时代变了，它们未必能像从前那样保障你的未来。我们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钱这个概念，把手中的钱换成真正能保值增值的财富载体，黄金也好，房产也好，甚至是一袋白米也好，只要在关键时刻能保全你的生活，那就是比钞票更优秀的钱。最后总结一句，物价飙涨或许只是开始，但你我手中都应该提前准备好一套应对的生存法则，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提早布局那7种硬通货，让自己在风雨中依旧立于不败之地。当下一次走进超市，看到别人因物价上涨愁眉不展时，你也许会庆幸自己早已做好准备，能从容应对通胀带来的挑战。经济的浪潮起伏无常，但能够屹立潮头的，永远是那些预先备好避风港的人。财富不仅在于赚取，更在于如何守护。唯有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才能笑看风云，而不致被时代洪流吞没。现在就让我们行动起来，为未来储备属于自己的硬通货吧。